哥哥，西山基地刚刚跟江南大区确认了导弹发射的时间与坐标，时间是今晚12点整点5。至于坐标，我已经暗中进行了修改，不需要担心。张毅点了点头，收到，继续监视他们的网络，有问题随时报告。他的车子在距离西山基地3公里之外停了下来。三个人对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25分了。张毅从异空间中取出一个银色的盒子，打开之后露出10支药剂，他取出2支药剂递给了身后的尤大叔和徐胖子。说完之后，张毅拿起1支药剂，先扎进了自己的手腕。尤大叔见状也不迟疑，给自己注射了下来。徐胖子一边给自己注射，一边问道：“兴奋剂都是有副作用的吧？”张毅翻了个白眼，就算是有副作用，那也是之后的事情，短时间不会发作，先保住小命。任务完成之后，回去你想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想怎么补就怎么补。徐胖子点了点头，说的也是，比起一点点副作用，还是小命更重要。注射完了兴奋剂之后，过了一阵子，三个人就感觉到身体出现了一股特殊的冷。虽然是晚上，可是他们的神态没有一丝的疲惫，眼睛都变得格外的明亮。西山基地内部，梁月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第4生命舱。晚上的时候，第生命舱依旧有人在加班发电，不过梁月利用自己的特权，把学生们都喊了过去，即便是发电工厂的负责人也不敢有任何意见。梁月把学生们集合在一起，大家把来时候的厚衣服都穿上，马上就要离开西山基地了。外面可是有零下5、60度，穿这种单薄的衣服肯定会被冻死。学生们闻言，立刻有人意识到他们要离开这里了。梁老师，我们要逃走是吗？一个男生压低了声音，激动地问道。嘘！吴成宇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不要多说，按照梁老师吩咐的去做。那个男生赶紧捂紧了嘴巴。众人达成了某种默契，心中都隐约期待了起来。黑暗之中，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希冀的光芒。之前他们来的时候，穿的都是天青学院发的冬装，不过进来之后，由于地下的温度没有那么冷，所以衣服都被收了起来。大家也顾不得温度的问题，赶紧把衣服都给穿好。梁月想起张毅所说的话语，知道庇护所将会有事情发生，于是他把学生们带到了墙角，让他们在这里躲好。张毅，虽然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做，可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梁月心中默默地祈祷着。江南大区的总部经理随着作战指挥部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人按下发射按钮，从导弹发射井中，一枚重型钻地弹飞向了天空，朝着东南的方向疾驰而去，拖拽着火光的尾巴划破夜空，在天海市格外的明显。这一刻，在天海市不同的地方，暗地里许多人抬起头，神情凝重地看着这一幕。张毅他们这里，所有人在这一刻都做好了准备。张毅三人手中拿着枪，妖猫花花浑身黑色毛发炸起。梁月握紧了自己的唐刀的刀柄，而陈希年的双眼露出兴奋的目光，死死盯着屏幕。就在这个时候，西山基地的信息部雷达检测到了一个不明物体正在朝这里急速飞来。这是什么东西？是导弹，从精灵飞过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快上报！当他们检测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西山基地的防空雷达检测范围只有200公里，而导弹的速度没有留给他们反应的时间。雪地车里面的张毅看到天边一道亮光袭来，然后如同流星般坠落，落点正是西山的方向。张毅、徐胖子和尤大叔3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3个人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前倾，然后抓紧手边能抓住的一切。轰！一声沉闷的响动从大地深处传来，那声音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动地，毕竟这种钻地弹能飞到地下上百米以后再爆炸。可是几个人在车子里面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汽车的剧烈震动，仿佛一艘暴风雨中的小船不住地摇晃，给人一种要翻车的错觉。隔着数公里远的地面上都有如此震动，更别说西山基地的地下避难所了。张毅对杨欣欣道：“欣欣，按照计划行事，安全屋中。”杨欣欣冷静地说道：“明白。”他悬在回车键上许久的手指用力地敲击了下去。此时的西山基地内部如同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般混乱不堪，突如其来的导弹来袭，谁都没有不防备，整个基地都产生了剧烈的震动。睡梦中的人也被吵醒了，不明情况的人还以为发生了地震，发出惊恐的尖叫。而杨欣欣则是通过网络入侵控制西山基地的系统，切断了电源。整个西山基地陷入了一片漆黑当中，失去电力的维持，一切系统都无法运转。惊恐的叫声充斥了整个基地。陈希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下子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还是林峰赶紧把他给扶了起来。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陈希年一脸懵逼，气愤地大吼道。此时信息部的电话才打过来，领袖，我们遭到了导弹袭击。什么？导弹袭击？哪来的导弹？陈希年刚想骂街，忽然之间他想到了什么，难道说是朱正那个王八蛋坑了我？陈希年不知道是自己基地的网络被入侵了，还以为自己被朱正给整了。可是当务之急不是骂街，而是尽快让西山基地恢复秩序。林峰，你赶紧纠集特战队过来保护我们的安全，还要注意别让第4生命舱那些人闹事，派兵过去严防死守，一旦有人趁乱闹事，就地格杀。另外，让工程师去把电力设备修好，他们的基地打造得非常坚固，可不是几发导弹就能攻破的，只要度过了短暂的混乱就好。这用不了太长时间，导弹成功命中了西山基地，造成了剧烈的震动。在基地外守卫的士兵一个个无比慌乱，赶紧拿出通讯装置想要联系指挥中心，可是下面的电源都被杨欣欣切断了，到处一片混乱，他们谁也联系不到。就在这个时候，
从远方驶来了一辆雪地车，靠近基地入口之后，3个人影冲了出来。杀！张毅的眼中杀意弥漫，举起手中的枪就射了出去。仅仅半分钟之后，入口处所有防卫的士兵就被杀光了。哪怕是精锐的战士，可面对1人的时候仍然过于孱弱。3个人面前就是西山基地入口处的大门，现在就看梁月的了。张毅眸光凝重地说道。第4生命舱导弹来袭之后，整个生命舱都发生了剧烈的震动，躲在墙角的学生们吓得大喊大叫，然后抱头蜷缩在一起。梁月这才明白张毅所说的变动是什么。好在地下避难所修建的格外坚固，虽然震动的厉害，但是并没有坍塌的迹象。虽然梁月和学生们都做好了准备，没有在混乱当中受伤，但是第4生命舱里的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有的人已经上了床睡觉，被狠狠甩到了地上，床铺倒塌砸在身上，当场身受重伤。还有人在晚上加班蹬自行车，也被摔到地上，吓得他们哇哇大叫，连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到处都是哭声，到处都是绝望的喊叫。咔！就在这个时候，整个避难所的灯光一瞬间熄灭了。梁月毫不犹豫地拽住一个女学生，走，快跟我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快快快！他没有时间跟学生们解释，现在必须要争分夺秒。一旦等到西山基地修复好了电力系统，维持了秩序，他们就没有机会逃走了。梁月取出手机照明，拉着一名学生跑在前面，身后的学生们手拉着手，紧紧跟了上去。黑暗当中到处都是混乱的人影，他们的眼睛里只有那一束光明。梁月来到大门口，用尽全身力气打开了那扇厚重的墨绿色大铁门，里面是混乱的，外面同样也好不到哪去。第3生命舱驻扎着许多的士兵，可并非每一名士兵都训练有素，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上面下达的任务还没到他们耳中，梁月带着学生冲了出来，后面的许多人见状也拼了命的往这里挤。他们都以为这里发生了地震，或者遭到了袭击，只有逃出去才有活命的机会。混乱发生的太过突然，这些士兵一时间也是傻了眼。他们端着枪，大声呵斥着，命令所有人回去，全都给我回去，不许出来，否则就开枪了。回去，都回去，不许再出来了。10几名士兵手持步枪，大声呵斥着，可是他们扯破了嗓子，声音也无法覆盖住整个基地慌乱的叫喊声，而且第3生命舱自身也乱成一团。他们嘴上喊得很厉害，终究不敢随意开枪，毕竟到处一片漆黑，一旦开枪就容易走火，伤害到自己人。更可怕的是，真要是把这第4生命舱的几千人惹急了，这些人一拥而上，他们怕是要被撕成碎片。梁月看到外面混乱的场景，心中暗道：机会来了。他已经计好了离开西山基地的道路，所以带上自己的学生们往外跑。这些学生早就有过准备，一个个手拉着手，坚定地跟着梁月的方向走，不像其他人都跟无头苍蝇似的乱跑。很快他们就跑出了第4生命舱，沿着地下通道朝外面跑去。不多时，他们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枪声以及凄惨的喊叫，所有人心里面都毛骨悚然。他们知道这是士兵们开枪了，在这种时候开枪，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可是他们顾不得许多，如今自己能够成功逃离西山基地，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梁月低声喊道：走，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他举着手机在前面带路，另一只手紧紧握着刀柄，像极了法兰西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的自由女神。10几名学生跟在他的身后，寸步都没敢远离。不过从这里到离开的通道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穿行过好几条隧道，他们必须加快速度。梁月心中清楚，对于拥有强大武装部队的西山基地而言，这种规模的动乱很轻易就能够被镇压下去。他紧紧握着刀柄，时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绕过一个拐角的时候，前方忽然出现了2名持枪的士兵，光线混乱，他们却已经在墙上安置了黄色的荧光棒照明。2名士兵见到梁月带着一群学生往这里走，立刻举起手中的枪，没有命令不许从这经过。回去！梁月二话不说，右手蓝色的异能如同烟雾一般泛起，枪利刃出鞘。2名士兵只看到蓝光闪烁了2下，他们的脖子就传来一阵凉意，他们手中的枪断成了2截，与枪一起断裂的还有他们的喉咙，鲜血如风般飙溅。2人捂着脖子绝望地倒在地上。快走！梁月催促着学生们迅速前进。这2名士兵的出现，标志着西山基地的高层开始维持秩序了。再不离开的话，还会有更多士兵出现。万一遇到特战队的那几个人，梁月也没有把握带着学生们全身而退。一群人气喘吁吁地往前跑，从基地通往地面还有一条100多米的阶梯要爬，哪怕是体力比较好的人爬上去都会累得半死。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倒是有特战队和高层专用的升降机。然而他的权限掌握在陈希年的手里。梁月带着学生们朝着希望的通道跑去。忽然之间，前方出现了一道明亮的光芒，学生们的脸上露出高兴的表情。是出口，我们到出口了。梁月的脚步却猛地一停，伸手挡住了身后的学生，停下。斜上方的光芒闪烁了几下，最终停留在梁月的脸上。梁月伸手微微遮挡了下来，然后他就听见了熟悉的高跟鞋声音：梁小姐，看来我跟你说过的那些话都白费了。葛柔冷冰冰地说道。这个时候，众人才看清楚面前的不是出口，而是30多名全副武装、面若冰霜的特战队员。领袖英明，他就知道肯定有人打算趁乱逃走。只不过你们以为之前就没有人想逃出去吗？你们不是第一批，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但是你们的结果会是一样的。葛柔扶了扶自己的眼睛，嘴角带着戏谑的笑容，变成口粮。听到口粮2字，学生们的脸色变得惨白，
用人来做口粮。难道他们过去吃的东西里面也有人已经开始呕吐起来？可现在恶心还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怎么才能活着出去。可这样的阵仗挡在前面，他们还怎么逃出去？明明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他们的希望却被硬生生的击碎，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葛柔搭着胳膊，一脸冷傲地俯视着众人，身后3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荷枪实弹地瞄准了这些学生，求生的通路也被彻底堵死了。梁月的心中一片冰凉，近乎陷入了绝望之中。虽然以他的实力，单人突破不成问题，可是想要带着这10几名学生一块逃跑，显然不切实际。一旦发生冲突，密集的火力网就会把他的学生们撕碎。葛柔冷冷看着梁月，你何必为了这些没用的试验品搭上自己的性命呢？西山基地不允许背叛。梁月忽然朝他伸手，等一等，或许我们还可以谈谈。葛柔却冷冰冰地说道，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即便你是个潜力无限的艺人，可是叛徒就是叛徒，杀无赦。他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就要做下切的姿势，可是就在此刻，一名战士突兀地往前倒去。葛柔瞳孔一缩，看过去时，发现他的头盔被击穿了一个小孔。这种制式的防弹头盔可以抵御得住普通手枪与步枪的射击，但是却挡不住狙击枪的射击。就在他们的身后，西山基地的大门被打开，张毅等人出现在那里，手持狙击枪开始挨个点杀。葛柔吓得花容失色，他尖叫着躲到一旁，然后命令士兵们赶紧还击。一时间，枪林弹雨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覆盖了狭长的通道。而梁月也是赶紧让学生们趴下来，靠着墙躲好，他自己则是拔出唐刀，冲上去与那些士兵近身搏杀。梁月知道是张毅他们的支援过来了，有了支援，梁月的心中信心大增。三方势力在狭长的通道当中展开激战，而西山基地的士兵由于腹背受敌，再加上所面对的都是顶尖的艺人，实力根本得不到施展。无论是近战还是远程，他们都被彻底的碾压。张毅的次元之门一开，他们只能够单方面的挨打，近身作战，他们又挡不住梁月那把犀利的唐刀，血雨纷飞。几十秒钟的战斗结束之后，狭长的通道布满了残肢断壁，阶梯上粘稠的血液如同小溪般流淌而下。梁月抬起头，与上面的张毅对上了目光，他看张毅的眼神头一回变得充满感激。谢谢你的支援，梁月发自内心的说道。不客气，这是你应得的，快带着他们出来吧，迟则生变。梁月点了点头，赶忙把惊魂未定的学生们喊过来。往前走的时候，他看到了蜷缩在墙角的葛柔，这个之前高高在上的女秘书，此时恨不得把自己团成一个球，尽量的隐匿起行踪。然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不支持他这么做。梁月死死盯着他，葛柔，就是你把我的学生一个个带向地狱的，对吗？葛柔的脸上写满了恐惧，这个漂亮高傲的女人，此时竟然因为畏惧死亡而当场吓尿了。不，我只是一个秘书而已，这都是领袖的命令。叶小天走过来，他用无比仇视的眼光看着葛柔。当初他所经历的人体改造实验，让他如同从18层地狱一层层爬出来那般，无数次痛得他恨不得去死。所以面对葛柔的求饶，他二话不说掏出一把匕首，直接扎进了葛柔的喉咙，然后横向划开，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葛柔捂着自己的喉咙，痛苦地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之后就没了动静。